那再加上其实在前几天的时候，美国重点是要跟中国谈判，他不希望在跟中国谈判的时候把台湾这个因素再加进来。简单说明一下，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数字的确是比在中经院其实原先预期的15到20的这个范围里面的高标。那我想国人大概最担心的是它比这个日本、韩国都来得高。那大家其实事实上是在担心说这个是不是最终的税率？那我想以目前我们看到的状况是，它对于这个我们在谈判的，无论是对米的采购，或者是对米的这些投资，还有就是一些我们开放市场，目前这些细节都没有公布，所以我们判断这应该是一个暂时的数据。那最后还在其实是等到，我想在所有的部分大概都是要跟川普这个总统他确定以后，才会对外做最后的决定。那我想第二点大概是大家会在担心说，那这个东西到底会不会有影响？那其实这个东西很像在打这个我们看到的季后赛，有些队伍比较快，有些队伍比较慢。那你不能说他们都已经我们还没打完，就说我们其实就别的队伍落后。其实就是台湾目前还没有结束这个谈判。那为什么没有结束谈判呢？据我们的了解，就是说所有的谈判其实到最后都必须川普总统确定。那在很多国家，事实上他们谈判代表是直接可以跟川普总统直接对话的。台湾受限于外交，我们没办法做到这个东西，所以所有的这些谈判的结果变成还是要过一手。那在这个上面其实是时间上面比较不利。那再加上其实在前几天的时候，美国重点是要跟中国谈判，他不希望在跟中国谈判的时候把台湾这个因素再加进来，所以这个事实上造成我们谈判其实比其他国家慢。那目前我想大家就是有一点点耐心，毕竟它的时间点写得非常清楚，就是到8月7号，它新的税率才会正式实施，所以我想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来做这个部分。我有说过，其实这个东西事实上在谈判的时候，这些都是保密的。那我想当然就是谈判代表可能知道这些细节。不过我想台湾事实上是有4轮的谈判啊，其实在这中间是花蛮多精神的。我想大家就有耐心去了解这个后续的谈判。我们今年度的 GDP， 我想每一个智库估计的大概整个年度的 GDP 几乎没有在3以下的。那第一季我们主计处已经公布大概是5，第二季大概是8%成长，所以怎么算？除非到下半年度我们变负成长，我们是绝对大概都是在3%以上。院长，接下来有232都到未来今年，您觉得今年的话，未来跟日韩这个差距拉回到10%？我想他们在谈判的时候，应该都有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。那我记得日本好像谈出来的结果是说，它可以是一个就是最惠的待遇。所以虽然他们没有真的谈到232，韩国的部分我有一点点忘记了。欧洲的部分其实有包含进去。我想台湾在谈判的时候，据现在出来的消息是说，我们也希望把它包在一起。不过详细的部分，我想可能都是要正式谈判，他们才会对外公布，好吧？那我们就。